我看过你们这代年轻人的眼神充满了焦虑，像是一群在热锅上的蚂蚁。你们盯着标普500指数，看着那个高得吓人的市盈率，再看看你们银行账户里那点可怜的积蓄正在被通货膨胀像白蚁一样啃食殆尽。你们感到无路可走，你们被那些所谓的理财专家洗脑了，他们告诉你买指数基金吧，那是安全的，每个月存点钱定投吧，那是稳妥的。这是一派胡言，或者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这就是通往平庸甚至贫穷的快车道。以前当美股估值合理的时候， ETF 确实是个好东西，它是给那些没时间研究公司的懒人准备的。但现在在市盈率高耸入云、通胀居高不下的今天，买入 ETF 就像是花高价买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船票，你以为你买的是安全，其实你只是在跟着一大群人一起慢慢沉没。如果未来的10年是失去的10年，如果你买的大盘指数回报帅跑不赢通胀，你该怎么办？我有更好的办法，但前提是你得愿意从那个嘈杂的赌场里走出来。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致富，先去想大多数人是怎么死于贫穷的。大多数人死于盲从，死于在这个充满垃圾的市场里找不到金子。虽然遍地是垃圾，但在垃圾堆里还是埋藏着几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只要你能把这几块金子找出来，你就不需要关心美联储那个老头子是不是要降息，也不需要关心明天大盘是红还是绿。在我漫长的像个世纪一样的投资生涯里，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帝国的基石。我把这几块金子，也就是真正的好生意，分成了3类。如果你不想当个傻瓜，就拿好你的笔记本。下面这3类生意刻在你的脑子里，视频文稿第2部分，3类永不过时的生意。第2章，第1类生意吃利息的自食其力者定价权。第1类生意是商业世界你的圣杯。如果这辈子你能找到一家，并且在没喝醉的时候以合理的价格买入它，你这辈子的工作就结束了。我称它为吃利息的自食其力者。为什么？我说这是最好的，用物理学的角度看，这是唯一能对抗熵增，也就是通货膨胀的系统。在这个时代，通货膨胀是致命的税收。看看那些倒霉的航空公司，或者是普通的制造工厂吧，原料涨了，房租涨了，工人们举着牌子要涨工资。这时候老板敢涨价吗？他不敢，因为只要他敢涨价，1分钱客户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结果就是他的利润被通胀吃干抹净，他必须像个仓鼠一样在轮子里拼命奔跑，投入更多的钱维持生产，但赚回来的钱却越来越不值钱。这就叫逆水行舟，划得越用力，退得越快。但是有极少数公司，他们免疫通胀，甚至他们喜欢通胀。1972年，我学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课，这一课价值几十亿美元，它的名字叫喜诗糖果 See's Candies。 当时我和沃伦巴菲特还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你知道格雷厄姆那一套，把专捡别人不要的烟蒂，只要便宜，哪怕是个烂公司也买，那是捡破烂的哲学。喜诗糖果当时卖的并不便宜，账面资产800万美元，卖家张口就要2500万。要是放在以前，我们会直接掉头就走，还得骂一句抢劫。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学魔力。在加州，每到情人节，如果一个男人要讨好他的妻子或女朋友，他只能买喜诗糖果。如果这蠢货拿回家一盒不知名的打折巧克力，哪怕味道一模一样，他的妻子也会给他脸色看为神。因为喜诗糖果代表了尊贵，代表了确定的爱意，这就是绝对的定价权。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可以说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实验。我们每年把糖果价格提高10%，照理说价格涨了，销量该跌吧？见鬼的奇迹发生了，销量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客户根本不在乎，多付那10%的钱。在感情面前，人类的
大脑会关闭价格敏感度的开关。更美妙的是，这种公司不需要新的资金投入，大多数平庸的公司想要利润翻倍，得建新厂房、买新机器、雇新工人洗尸。糖果不需要给它的果树浇水施肥，它只需要每年把价格标签换一下，多赚进来的那些钱全是存的不能再存的利润，这就是自食其力。它不仅养活自己，还能每年吐出巨额现金，让我们拿去买可口可乐、买比亚迪、买苹果。我们在喜食糖果上投了2500万，它回报了我们超过20亿美元，这就是复利的奇迹。如果你想躺赢，就去找这种让客户上瘾、对价格不敏感的公司，去看看爱马仕，它是奢侈品界的喜事糖果，去看看那些拥有独家配方的医药公司。当别人因为成本上涨在角落里哭泣时，这些公司只需要轻轻松松的涨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甚至还能趁机多赚一笔，这是通胀的克星。第3章第2类生意，收过路费的独占者硬资产。好了，我知道你们在抱怨什么，查理，你说的那种公司太贵了，早就被华尔街那帮人炒上天了。别急，如果你找不到第1类或者嫌贵，我们还有第2类。这一类生意虽然没有定价权那么性感，但它拥有一项让竞争对手绝望的特制垄断。想象一下，你住在一个孤岛上，只有一座桥通往大陆，这座桥归我所有。你想去上班给钱，你想去买菜给钱，你不能游过去，也不能飞过去。不管经济好坏，不管股市崩盘与否，只要你还想过日子，你就得留下买路财。这就是我们波克夏海瑟薇的防守堡垒——北伯林顿铁路公司。2010年，我们花了440亿美元买下它的时候，很多人嘲笑我们，他们说：“查理，你们这2个老糊涂，现在是21世纪了，是互联网的时代，你们为什么要去买一堆生锈的铁轨？这些蠢货只看到了表面。”没看到本质。铁路的本质不是运输，而是不可复制的房地产。你知道在美国重建一条横跨东西海岸的铁路需要多少钱吗？那是天文数字，几千亿美元的土地成本，无数个城市的审批，打通无数个隧道，在今天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一旦你拥有了现成的铁路网，你就拥有了天然的垄断。沃尔玛要运货发电厂要运煤，他们没得选，他们不能用 Google 的算法去运煤炭，也不能用 Facebook 的点赞去运粮食。这就是硬资产的力量。它看起来笨重，但它极度安全。它每年为我们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现金流，而且资产价值随着通胀每年都在涨。对于你们普通投资者，买不起整条铁路怎么办？去买公用事业，去买能源管到看看你们家的电费单和燃气单。你可以为了省钱不换新手机，不出去吃饭，但你敢断电吗？你敢断气吗？而且给你供电的公司通常只有一家，你不能因为隔壁电力公司便宜1分钱就换一家，因为电线只有那一根。这就是区域性垄断，听起来很无聊，在投资界无聊就是美德，尤其是在 ETF 可能带来失去的10年的背景下。如果股市回报率只有3%，而你手里拿着一家垄断的电力公司，光分红就有4%或5%，你就已经赢了。把目光从那些虚无缥缈的科技股上移开吧，去看看地下的管道、空中的电线、穿越城市的铁轨，它们是现代社会的血管。只要社会还在运转，血管里就有血液在流淌，你的口袋里就有钱在进账。第4章第3类生意，吞噬自己的食人族回购狂魔。如果第1类太贵，第2类太慢，那么我要祭出第3种武器了。这是华尔街最不愿意公开的致富秘密，一种神奇的数学魔法。我给这类公司起了一个听起来很恐怖的名字——食人族。什么叫食人族？就是这家公司把自己给吃了。具体来说，这家公司赚了钱之后，不乱花，不搞愚蠢的多元化投资，也不仅仅是分红，他们用赚来的现金去股市上
把自己发行的股票买回来，然后注销掉。你们这些年轻人数学可能不太好，让我用披萨来打个比方。想象你和7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披萨店，一共切成8块股份。这家店生意一般，利润不增长。如果什么都不做，你的财富就是死水一潭。但是如果店长是个聪明的食人族，他用店里的利润把另外10个朋友的股份买下来注销了，现在披萨还是那个披萨利润还是那个利润，但股份从8块变成了4块，你手里那一块从1/8变成了1/4，在没有任何业务增长的情况下，你的财富翻了1倍，这就是缩量的力量。我和巴菲特最崇拜的一位企业家叫亨利·辛格顿 （Henry Singleton），特利丹公司 Teledyne 的老板。当股市低迷，所有人都在恐慌抛售的时候，辛格顿看到了机会，他发现自家股票便宜的简直是在侮辱他的智商。于是他在几年内疯狂回购了90%的股票，听清楚了，90%，他基本上把公司私有化了。结果呢，即使公司业务本身没怎么涨，那剩下10%的死拿住股票的股东赚了几十倍的钱，因为他们分蛋糕的份额变大了10倍。这在低回报时代是对抗 ETF 陷阱的终极武器。去哪里找这种公司？去那些被华尔街遗忘的角落烟草公司、石油公司、老牌科技巨头，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成长性了，给他们极低的估值市盈率，只有8倍、10倍，但这正是他们回购股票的最佳时机。股价越低，同样的一笔钱能买回来的股票就越多，留在场内的股东赚的就越多。这是一种反脆弱的机制。如果是为了赚钱，我宁愿要一家每年都在减少股本的烟草公司，也不要一家每年都在增发股票稀释股，东权益去养活管理层梦想的所谓高科技公司。前者是在为你打工，后者是在拿你的钱去打水漂。第5章像鳄鱼一样坐着不动。好了，藏宝图我已经给你们了。抗通胀的品牌垄断的硬资产回购的食人族，照理说你已经准备好去赚钱了，但是作为一个活了99岁的老头子，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就算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大概率还是会亏钱。为什么？因为你太勤奋了，从小老师就教你要勤奋多劳多得，但在投资这个反人性的游戏里，勤奋是毒药花。而皆希望你勤奋，他们希望你每天盯着那个跳动的屏幕，心脏随着股价起伏，因为只有你动起来，只有你频繁交易，他们才能赚到手续费，才能收割你的智商税。我和沃伦·巴菲特是全世界最懒的投资者，我们的赚钱秘诀只有4个字：坐着不动。这比你去工地搬砖难上10000倍。这种不动包含2个层面：第一，买入之前的不动，我们要找的那3类好公司通常都很贵，平庸的投资者会忍不住怕错过，于是高位接盘或者去买2流公司，这是找死。我们会像鳄鱼一样，鳄鱼在水里可以1个月一动不动，看着小鱼小虾游过去，眼皮都不抬一下。他在等什么？他在等那只最肥的角马走到河边喝水，而且要等到它防备心最弱的那一刻。我们在等2008年金融危机，在等2022年科技股崩盘。只有当市场恐慌把那些伟大的公司打折出售时，我们才会猛地扑上去，一口咬住，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第二，买入之后的不动，这是更难的考验。股价涨了50%，你会想是不是该洛戴维安股价跌了20%，你会想是不是要止损。这种想动一动的冲动会毁了你。杰西·利弗莫尔说过，我赚大钱从来不是靠我的脑袋，而是靠我的屁股，意思就是坐得住。如果你买的是一家能抵抗通胀的喜诗糖果，或者一家疯狂回购的烟草公司，时间是你的盟友，你只需要拿着它5年、10年、20年，你不需要看盘，不需要分析。宏观经济，你只需要去打高尔夫，去读书。我和沃伦持有可口可乐超过30年了，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大跌，无数次熔断。如果我们当时动摇了，哪怕只是
瞬间的动摇，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几千倍回报的机会。投资不是比谁操作得快，而是比谁更沉得住气。你需要修炼一种迟钝的能力。第6章，做船长别做撑。课最后我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人会问查理，你之前说 ETF 是给懒人准备的，你这套坐着不动也是懒人，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你坐在什么东西上面买。 F 相当于你买了一张大邮轮的经济舱船票，这艘船上挤满了人，因为估值太高，引擎功率被调得很低，你坐在上面确实不用动，但你到达终点的速度会非常慢，甚至可能因为船太拥挤而沉没，你是无能为力的乘客而买。那3类伟大的公司，相当于你自己造了一艘坚固的小快艇，这艘快艇拥有强大的引擎定价权，拥有坚固的船体垄断，而且还在不断抛弃多余的重量股票回购。当你是船长时，你也坐着不动，但你的船以2倍甚至3倍于大邮轮的速度前进。未来的10年是属于选股者的黄金时代，因为大邮轮太慢了，跑不赢通胀的巨浪。我知道很多人依然害怕，华尔街灌输了你们太多的恐惧，让你们觉得离开 ETF 就像离开母亲的孩子一样无助。但请相信，我尝试并没有那么难。看看你周围谁是那个一直在涨价但你还在买的商品，谁是那个你离不开的基础设施，谁是那个现金流多到没处花只能回购股票的老牌公司。这些答案就写在生活中，写在常识里。不要因为懒惰就把命运交给平庸的平均。速从那个拥挤的草堆走出来吧，就算你只找到了2-3根金针，也紧紧地握住它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当别人在抱怨通胀吃掉了他们退休金时，你会看着手上的金针在时间的复利下发出耀眼的光芒。不要做乘客，做船长吧。我是查理芒格，我有话就直说。如果你听懂了，那就去思考；如果你没听懂，那就继续去买你的彩票吧。